乌军5天内再攻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油库被毁，克什大桥被迫关闭。乌军收紧红军村包围圈，俄军10万大军被困，米8直升机遭击落。梅利托波尔补给线瘫痪，乌军7天炸毁23辆油罐车。重磅，乌克兰空军再升级，瑞典鹰狮战机即将到来。普京下令大征兵13.5万，俄军兵源告急，北约全面戒备。北约出手，乌克兰西部或设防空区，俄军计划被打乱。俄乌战争第1315天，乌军精准打击俄军与工业，东欧政局巨变。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在短短5天之内，乌克兰再次对克里米亚发动猛烈攻势，直接摧毁了当地一座关键能源中心，进而迫使克什大桥再度紧急关闭。据开源情报技术披露，9月29日，克里米亚东南岸的战略港口费奥多西亚遭遇大规模空袭，乌克兰无人机群从四面八方扑向目标，甚至很可能还动用了远程导弹。袭击中，当地一座大型油库被击中，随后熊熊烈火升腾而起。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爆炸后产生的滚滚黑烟在远处海岸线清晰可见，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剧烈爆炸声。几乎与此同时，克什海峡以及俄罗斯本土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相继发布导弹警报，克什大桥因此一度全面封锁交通，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类似的情况在2025年已不再罕见，大桥的运行几乎成了随时可能中断的常态。虽然俄方随后宣布大桥恢复通行，但却对费奥多西亚油库的重大损失保持沉默。而实际上，这座油库是克里米亚极为重要的能源枢纽之一。伴随克什大桥频繁遭受打击，俄军早已减少通过该桥运输装备或物资的行为。如今，这座曾经的战略通道正在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军事价值，更多只剩下象征性的意义。回顾整个9月，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的攻势可谓前所未有的密集，仅在下旬便发动了近10次袭击，其中乌军还动用了国产火烈鸟导弹，多次打击费奥多西亚等目标。此次对油库的再次重创，正是乌克兰持续削弱俄罗斯战略能源体系的行动一环。英国《太阳报》分析称，这一系列袭击已令俄罗斯蒙受高达约1000亿美元的损失。仅乌克兰安全局在9月内就对俄罗斯纵深腹地的炼油厂或石油设施发动了5次打击，其中2次目标直指萨拉瓦特工厂。该工厂是全俄最大的炼油厂之一，且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1400公里，足见乌克兰打击半径之大。无论是俄军占领下的克里米亚，还是俄罗斯本土的纵深地区，能源系统都已成为乌军锁定的首要目标。而这一连串袭击正在切实削弱俄罗斯的能源保障能力，并直接影响到前线战局的走向。乌克兰在前线攻势继续推进，红军村方向的包围态势正在不断收紧。截至目前，乌军光是在当地突出部附近就已经收复并清理了近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局势出现明显逆转。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当地时间周一，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亲赴红军村一带的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听取前线指挥官的最新作战汇报。根据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在对多布罗皮利亚沿线的反攻中成功夺回了175平方公里的失地，同时还有约195平方公里的区域正在逐步清理。乌军在这些地区对俄军的渗透破坏小组展开了定点打击，确保后方安全。此前分析显示，红军村的俄军已陷入3重包围之中，
尽管俄方不断向该方向征兵，试图打破困境，但收效甚微。乌军布设的无人机墙对俄军增援部队造成了极大杀伤，使其难以接近包围圈，连补给车队也难以顺利进入。而俄军试图动用空军援助，却被乌军 FPV 无人机击落了一架米8直升机。目前俄军在红军村方向投入了兵力已经超过10万，而乌克兰则以4万大军将其严密合围。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在这一轴线的反攻已持续1个多月，合围形成后，他们并未贸然发动全面攻势，而是选择静待俄军主动冲锋，再通过围点打援的战法逐步削弱敌军。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在苏美一带也展开了积极反攻。早些时候，乌克兰第144特种部队在北斯洛伯詹斯克方向发动突袭，成功清理俄军阵地，并在近距离战斗中击毙了多名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的士兵，还俘虏了部分人员。这支号称俄军精锐的部队一直在库尔斯克至苏梅沿线活动，但此前已被乌军多次重创，被迫退回俄后方休整，如今再度受挫。另一方面，俄军对基辅的疯狂轰炸仍在引发国际反响，波兰方面对此展开强烈谴责与警告。据悉，波兰驻基辅大使馆在一次空袭中遭到波及，一枚导弹击中大楼屋顶，并穿透了天花板，造成严重损坏。此事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州梅利托波尔郊外，铁轨旁火光骤然冲天，夜空被照亮数十米高，滚滚浓烟直冲夜色。乌克兰特种部队事先埋设的爆炸装置精准引爆了驶来的俄军燃油列车，3节油罐车瞬间被烈焰吞噬，整个铁路区段化作熊熊火海。而这并非孤立事件，在过去的7天里，这条战略铁路线已连续遭遇类似袭击，总共有23辆油罐车被接连炸毁，而南部集团军的燃油补给线被彻底切断，陷入严重瘫痪。乌克兰情报部门随后披露了作战细节，其战术之精密堪称教科书级。首先是连环伏击，无人机事先侦察到列车运行的时刻表，特种兵则潜入铁路沿线，提前布设遥控炸弹，一旦油罐车进入预定区域，便立即遥控引爆。若有残余车辆幸存，紧接着出动 FPV 无人机再度实施补射，确保全歼。其次是多点破袭联动，除梅利托波尔主线遭受重击外，莫洛昌斯克、奥斯特拉基夫克等支线也几乎同时中招，甚至连俄罗斯境内距离战场超过200公里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都遭到无人机远程打击。这座年加工能力高达625万吨原油的燃料心脏已是第3次被迫停产，而战果也在第一时间传递到战场。而南部集团军某装甲旅士兵无奈地在社交平台抱怨称，坦克开出去5公里就没油，只能原地当固定炮台，连撤退都得靠步行。梅利托波尔铁路的重要性早已被军事专家反复强调，作为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的战略枢纽，这条铁路承担了俄军南部战线 67% 的重型装备运输，运输效率比公路高出4倍有余。在克里米亚大桥屡遭袭击，交通岌岌可危的背景下，这条铁路线几乎成了俄军维系前线的唯一生命线。然而如今补给线被炸断，连锁反应随之而来，前线首先爆发燃油危机，而南部集团军日均消耗的1200吨柴油如今有超过1/3断供，装甲部队的机动能力骤降60%，后方的民生系统也随之动荡。克里米亚多达1半的加油站被迫停售汽油，塞瓦斯托波尔市民彻夜排队抢油，而俄副总理不得不紧急宣布延长燃油出口禁令，试图保国内供应。更严重的是对战略部署的冲击。军事分析普遍认为，如果补给线在2周内无法恢复，
俄军南部战线的整体战斗力将暴跌30%，扎波罗热方向的兵力恐怕被迫收缩调整。面对外界关注，乌克兰方面毫不讳言自己的作战意图。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一系列行动是系统性的瓦解俄军战争潜力的后勤绞杀战。他强调，打击补给线已经被历史一次次验证为最优战术，任何一支后勤瘫痪的军队都无法支撑超过45天。从今年8月至今，乌军已连续对俄罗斯境内外11座炼油厂和23处铁路枢纽发动打击，硬生生将俄军拖入了严重的燃料饥荒。尽管俄方对外声称已拦截55架无人机，并宣称火灾得到控制，但亲俄的军事博主却不得不承认，梅利托波尔铁路至少需要1个月才能修复。在此期间，前线坦克只能忍受饿肚子的窘境，南部集团军的困境已经不可能掩盖。乌克兰的空军力量正在迎来新一轮壮大，即将拥有更多西方先进战斗机加入战场。最新传出的消息显示，瑞典将正式向基辅交付首批鹰狮战机。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29日，乌克兰副防长加夫里柳克在公开场合宣布，基辅即将接收首架瑞典生产的第4代鹰狮战斗机。这一消息意味着，瑞典长期以来释放的援助信号终于得到确认，并且具体的交付时间表已经在敲定中。作为欧洲空军强国，瑞典此举显然与近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不断升温的军事对峙紧密相关，也凸显出欧洲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决心。加夫里柳克在讲话中还补充道，乌克兰除了鹰狮战机之外，还将陆续收到更多的 F-16以及幻影2000战斗机。这意味着基辅未来将同时拥有3种西方先进战机，空军规模和作战能力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增强。同俄乌战争爆发之初相比，如今的乌克兰空军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些先进战机并没有被闲置，而是迅速投入到前线战场的行动中。就在不久前，乌军战机再次飞抵关键的恰西夫亚尔战区，锁定顿巴斯运河一带的俄军驻地，发动猛烈攻击。航拍画面显示，俄军试图利用大楼进行掩护和隐藏，但还是被乌军战机锁定，随后制导炸弹被投掷而下。随着数声巨大的爆炸响起，那片建筑群被彻底摧毁，只留下弥漫在顿巴斯上空的滚滚浓烟。目前，俄军仍在不断向恰西夫亚尔增派援军，企图夺取这一关键区域，但却接连遭到乌克兰地面部队与空军的联合重创。如今的乌克兰空军几乎保持着高频度的作战节奏，平均每隔2天便会发起一次行动，打击目标从俄军的指挥系统到后勤基地，范围广泛而精准。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近来对北欧和波罗的海方向的频繁军事骚扰，也进一步推动了瑞典等国家加快军援的步伐。德国方面同样在不断加码援助力度。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近日宣布，柏林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交付2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强化其防空能力。同时，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公司也研发出了德国版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GMARS。 从目前公布的实训画面来看，这款导弹系统展现出了极佳的性能，显示出德国军工在精密武器研发方面的强大实力。外界普遍期待未来乌克兰是否也能获得这一全新的打击利器，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在战场上的攻防能力。俄乌战争依旧没有任何停火的迹象，战火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就在此时，俄罗斯方面再次传来重磅消息，莫斯科正计划开展大规模征兵。根据莫斯科时报的报道，当地时间9月29日，普京已经正式签署了秋季征兵令。此次征兵将从10月1日持续到12月31日，面向18岁至30岁的年轻群体，总共计划征召 13.5 万人。这也是近9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秋季征兵行动。
回顾历史，在2016年的秋季征兵中，普京曾下令征召15.2万人，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3年里，俄罗斯秋季平均征召人数约为12.7万人。如今这一数字再度攀升，无疑说明俄军兵员压力正在加剧。不仅如此，今年春季，俄方也进行了大规模征兵，共计16万人入伍，创下2011年以来的新纪录。尽管克里姆林宫坚称此次征兵与乌克兰战事无关，并强调这些士兵不会被派往前线，但乌克兰方面却迅速驳斥。基辅总参谋部的报告显示，乌军在前线已经多次俘获俄军的应征士兵，打脸了俄方的官方说辞。与此同时，另一项数据则反映出更大的隐忧。与征兵规模屡创新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军合同兵数量的锐减。根据俄媒科瓦连科的数据，2025年第2季度，俄罗斯新签合同兵人数仅为 3.79 万人，而在2024年同期，这一数字高达 9.28 万人，锐减超过 2.5 倍。由此可见，随着战争的持久化，俄军对职业化兵员的吸引力正在显著下降。尽管如此，俄罗斯依旧在不断对北约施加军事压力。最近几天，罗马尼亚境内多次发现俄军无人机残骸，在图尔恰地区就发现了一架 Shahed 无人机的残骸，而在距离乌克兰敖德萨仅10公里的位置，甚至出现了一架坠毁的 Delta 侦察无人机，引发外界的强烈担忧。不仅如此，北欧多国也频繁遭遇无人机威胁。为此，乌克兰方面已经向丹麦派遣了军事人员，以部署反无人机系统。与此同时，德国方面也在加紧行动。作为北约东部哨兵计划的一部分，德国海军的 FGS Hamburg F220 护卫舰近日停靠在哥本哈根港，从海上与空中双重方向加强对欧洲的防御和保护。总体来看，俄罗斯大规模征兵与北约的军事警戒，反映出这场战争短期内根本没有缓和的迹象。随着俄方兵员紧张与西方军事援助的持续加码，俄乌冲突正逐步演变成一场更为漫长的消耗战。9月30日，每日电讯报报道称，北约正计划在乌克兰西部部署防空系统，目标是拦截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并有可能将防空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基辅周边地区。这项提议是由部分西方高级政界人士和军方官员提出的，欧洲各国领导人预计将在即将举行的哥本哈根欧盟峰会上对此展开讨论。如果计划最终落实，北约将在乌克兰部署更多先进防空系统，从而显著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这将帮助基辅拦截更多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同时释放更多的作战潜力，使乌克兰能够将空军和防空资源更集中地用于前线作战。近期，俄罗斯无人机连续袭扰波兰、罗马尼亚，甚至有战机进入爱沙尼亚领空。欧洲至少10个国家都出现了不明无人机活动。俄罗斯原本的战略是希望通过这些骚扰，让欧洲国家在本国加强防空部署，从而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然而，当前局势显示，俄罗斯可能计划落空。北约在乌克兰部署更多防空系统一旦成型，不仅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也可能让俄罗斯原本的策略自食其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给自己套上了枷锁。9月30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315天。过去48小时，战场内外信息密集，政治与军事态势均出现重大变化。摩尔多瓦亲欧派总统玛雅·桑杜率领的行动与团结党在全国选举中击败亲俄政党爱国者联盟。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乌克兰西部的战略基础，也让俄方无法动用摩尔多瓦德左地区军火库的武器装备投入战场。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党新民盟在全国大选中以10个百分点劣势败给反对派迪萨派。反对党承诺，如果在2026年4月的选举中获胜，将全力支持乌克兰。这一变化可能终结欧尔班长期在欧盟与北约决议中行使一票否决权的局面，
从而为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创造有利条件。德国方面，总理梅尔茨宣布将协助乌克兰研发远程打击武器，为乌军提供更强的战场支持。战场上，苏梅边境的俄北方集群第4摩步旅第205摩步营超过200名义务兵集体投降。一名上等兵亚历山大·瓦列里称，不是谁愿意投降，掩护没有，补给断绝，老兵全阵亡，到处都是乌军无人机和火力点，不投降，我们就会葬身泥土。乌克兰总参谋部通报，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作战中，乌军已摧毁969件俄军装备，成功收复175平方公里领土。此外，乌军9月29日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卡拉切夫电子元件工厂实施袭击，使用4枚国产 R360海王星巡航导弹，精准命中并摧毁目标。该厂距乌克兰边境约240公里，主要生产航空电子元器件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配件。爆炸引发大火，损失仍在核实中。自从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到卡拉切夫工厂，海王星导弹从未让乌军失望。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燃料供应紧张，从克里米亚到远东，多地加油站普遍告罄。为应对恐慌性购买并保障基本供应，各地政府纷纷实行限购，塞瓦斯托波尔每车每周限购30升，中部与伏尔加格勒地区更为严格，每人仅限12升。俄罗斯燃料独立联盟数据显示，全国至少17个地区面临燃料短缺，其中包括莫斯科、梁赞、列宁格勒和伏尔加格勒等交通枢纽州。不到2个月内，全俄加油站数量锐减360座，南部联邦区情况尤为严重。油荒已从供应危机演变为冲击经济稳定的重大问题，成品油减少将直接推高价格，进而拉动运输成本上涨，形成连锁涨价效应，这也是各国一直努力控制油价的原因。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